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，看了英拉，再看何超琼，才明白什么是富贵香，气质太好了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岁月流转，女性的审美观也在悄然转变，特别是最近几年，一种被称为富贵香的气质在中老年女性中悄然流行。这种面相的女人，初见时或许不会让人感到惊艳，但她们的面容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美，耐人寻味。她们的气质温和，不带一丝锋芒，却拥有强大的气场，仿佛大地母亲般厚重而端庄。为什么中年女人喜欢这种长相？其实这背后有个很普遍的原因，那就是关于面相学中所谓的福气之说。虽然这种说法并不绝对，但确实许多拥有这种面相的女性在步入中年之后，生活往往显得相当舒适和满足。因此不少女性都带着对未来的憧憬，渴望自己也能拥有那种被称作富贵相的面相特征。然而所谓的富贵相并不像传统意义上的美人脸那样容易界定，比如瓜子脸、双眼皮、大眼睛等特征。富贵相的特征更加普遍，也更加模糊，它不是由某个单一的特征决定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它有时会和普通的面相混淆，不易一眼辨识。什么是富贵相？富贵相的典型例子，我们熟知的千亿豪门女继承人的长相，其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笼统的来看，她们都属于阔面型长相，面部骨骼感都十分的相似，骨骼量感强且突出，脸型偏长，中下庭方中带圆，有天庭饱满、地格方圆之态。而这种骨骼上的存在感，就是富贵相女人的最大特点所在。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图片的对比，虽说皮相略有差异，但光从骨骼的走向来看，却基本一致。富贵相有以下三大特征：五官及脸型大气敞亮。俗话说，俊在目，明在眉，贵在额，瘦在耳，露在嘴，直在鼻。五官作为我们面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形状、大小都决定了我们外在形象给人的第一视觉感受。一般来说，有富贵相的女人，她的五官及脸型一定是不精致的。虽然在对比之下，精致的五官和头型会比富贵相看起来要好看，但看久了却总感觉透露着一种小家子气。而富贵相的女人，虽说五官大、脸大，甚至面部还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硬伤，但只要五官之间的比例和谐且与脸型的量感平衡，就会给人一种十分大气舒展的感觉。具体可见王楚然，她的长相就十分敞亮，是被众多网友公认的青衣之相。什么是大青衣呢？就是类似于林青霞、陈红等，五官大而舒展，脸型阔淡流畅，气质温润如玉，一副国泰民安的祥和之态。眉目有形，额头开阔。眉眼之间最能透露出一个人的内在气质。那些带有富贵气息的女性，往往骨骼感较为明显，眉骨突出，不显得过于平坦。她们通常拥有方正的下颌和圆润的脸型。为了平衡下半张脸的稳重感，她们的眉形往往微微上扬，眉尾稍短，眉头之间保持恰当的距离，整体眉形顺应着眉骨的自然走向，不会刻意追求那种柔弱无害的气质。这种眉形的微微上扬，实际上提升了眉峰的位置，让视觉效果上额头显得不那么突出，从而改善了面部的比例。正如图中所示，一个富贵相的女性往往拥有一个饱满而宽阔的额头，这不仅赋予了她们一种善于思考和智慧的气质，还让她们看起来更加端庄大气。然而，这样的额头也有其不足之处，比如到了中年，可能会导致发际线过高，从而影响到面部整体的协调美感。
3. 山根起点高，鼻不外露。富看鼻，富贵之人的鼻子绝不是小巧而精致的小翘鼻，更不是天生留不住财富的朝天鼻。拥有富贵相的人一般鼻翼略宽，鼻头丰隆圆大，似悬胆挂于人中，鼻梁高挺有起势，山根起点高，鼻尖表现点靠下，鼻孔闭合，形态良好，代表事业起点高，财运好。2. 富贵相与路人相差别大了去了，千万别混淆。有福气的长相并不单指富贵相，很多长相特征其实并不隶属于富贵相的范围之内，却被衍生了出来，让人看了心存疑虑。为何长相特征相差无几，但看着却没有贵气感呢？比如说， 1. 富贵相 vs 路人相的长相区别。区别1，脸大有肉不等于富贵相。大家都知道，脸盘大且饱满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贵。真正的富贵面相讲究的是圆润而有力量，但这种圆润并非简单的圆形，它和普通路人那种圆润的脸型不同。普通人的圆脸虽然线条流畅，但往往皮肉多于骨相，脸庞虽大却缺乏支撑，导致皮肉松弛，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。而富贵相的圆润则体现在颧骨和腮骨的力度上，下颌线条优美，下巴既尖又圆润，皮肉紧贴着骨骼，给人一种中庭虽稍长但整体气质向上的感觉。这样的面相透露出的是精气神的饱满和力量，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疲倦。区别2，圆润鼻头不等于富贵相。鼻头的饱满并不直接等同于财富和好运的象征。许多女性朋友误以为只要鼻型圆润饱满就象征着富贵，其实这种理解并不全面。面部的美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鼻子的形态。所谓的悬胆鼻也称作猪胆鼻，虽然名字听起来不太悦耳，但它的形状其实并不影响美观。还有一种鼻型与之相似，那就是鹰钩鼻。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鼻尖的形状，一个像水滴一样下垂，一个则像鹰嘴一样尖锐，而人们最常误解的就是蒜头鼻了。蒜头鼻形似大蒜，存在感极强，五官占比大，肉感十足。这种鼻头确实圆润，但在美观性上却存在极大的不足，不仅会破坏我们的五官比例，还极其容易拉低我们个人的形象与气质。区别3，面部光泽红润不等于富贵相。还有人说富贵相的女人一般面色红润有光泽，说明她保养得好，血气充足，但在我个人看来，这种只是个例，并不能够成为大众特征。皮肤有光泽确实能够证明你气血好，但真正显贵的其实是肤白，尤其是天生就皮肤白的女性，会给人一种肤若凝脂般的贵气。2. 富贵相与路人相衰老后的区别。骨相抗衰与皮相易衰，除了可以利用以上几个特征来进行对比区分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自身面部的抗衰能力来进行区分。皮相美的女人和骨相美的女人相比，一旦过了40岁，差距就很大了，而富贵相的女人一般都是骨相大于皮相，因此在中老年时期的抗衰能力上会远超于皮相美人。3. 如何利用发型和穿搭发挥出富贵相的长相优势。1. 露出额头，平衡五官量感。前面我们有提到，富贵相的女人五官都很大，其中还包括她的头骨及脸型。正因如此，更要注意五官之间的开阔性，也就是留白。虽然说天庭饱满会带来头秃的问题，但我们也不能够为了掩盖这个问题而选择将额头遮挡住。齐刘海是万万不能的，我们可以剪胎毛刘海，或者利用碎发来适当的修饰发际线，露出额头，避免五官拥挤。2. 扎发或者短发，提高视觉重心。在发型上尽量选择扎发或者短发，以提高视觉重心。
这类型长相的女性，下颌一般都比较宽广，与下巴之间的转折度大，加上中庭长。如果发型没选好，比如说选择披发，就会在头发的背景之下暴露我们的五官比例缺陷。3. 有细节设计，避免路人化。韩剧《安娜》中就曾经讲过关于真贵妇与假贵妇的识别方法，一般都来于细节，其中之一就是关于头发。头发的细节不仅决定了我们形象上的美观程度，更是向外人展示了我们的精致性与品味性。真正的名媛，比如何超琼，在出席正式场合时，就会格外注意发型的细节，掩盖发际线，碎发修饰颧骨和下颌，增添自然与慵懒，以松弛的气场与打扮，向我们展示内核的自信与强大。1. 重质感，重剪裁。其2就是讲的穿搭。富婆一般不讲究时尚与潮流，她们讲究的是质感与剪裁。她们随随便便一条裙子就是普通人好几年的年薪。价格与质量成正比，这种高价格的服装确实面料好，垂感佳，极具光泽性。用这种面料做的服装，稍微注意一下剪裁与设计，就会自带高级感。2. 色不过三，不杂乱。时尚是做加法，而得体是做减法，尤其是在颜色及图案的选择上。富贵相的女人气场很强，连带气质都比较沉稳，因此这类女人在穿搭上学会做减法，会比做加法更为重要。比如说颜色上色不过三，图案上繁简结合等，以服装的利落与简洁来衬托出自身的优雅与自信。3. 松紧结合，不模糊曲线。某些中年女人可能会认为暴露身体曲线是一种不雅的行为，但实际上，真正自信的女人才懂得如何在保持穿着得体的情况下，不模糊身体的曲线，来优化自身比例，增强气场的。比如说衣收而不紧，裙要收腰，松紧结合等等。拥有富贵相的女性确实会在生活中存在一定的优势，比如说招人喜欢、抗老抗衰等等。但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，从来都不是拥有多么精致的皮囊，也不是身材多么苗条纤细，而是拥有大智慧。有智慧的女人，格局往往也特别大，而且思想境界也比普通人更高，懂得去追求金钱以外的东西。英拉跟何超琼就是真正有大智慧的女人。看到她们两个之后，我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贵相。一个是前任泰国总理，在政坛身经百战；一个是赌王千金，从含着金钥匙长大，拥有着经商头脑，成功挤进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。她们俩真是女性楷模。英拉的美不止于外表，更在于她的打扮方式。1. 懂得避开雷区，让美更持久。就算是长着一张富贵相，如果没有正确的打扮方式去支撑，也很容易显得油腻感十足。就好比发型上的处理，千万不能夸张违和，低调自然的发型，才能够更好地提升气质。2. 知道如何挑选服装单品和配饰。1. 纯色款单品，款式不繁琐更百搭。聪明女人在穿衣打扮的时候，从来都不会选择花里胡哨的单品，衣橱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纯色款单品，没有繁琐复杂的问题，而且驾驭起来也很轻松，足够百搭不违和，甚至可以组合出各种时尚公式。一是从不披金戴银，珍珠首饰成套戴更优雅。拥有富贵相的女人，往往都懂得如何释放贵气感，就好比在配饰的挑选上，从来都不会披金戴银，而是懂得选择更加优雅高贵的珍珠首饰，并且成套的佩戴既可以提亮肤色，也能够提升气质，一举两得。2是配饰和服装之间的颜色一定要有对比感，而配饰和服装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也要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尤其是佩戴胸针的时候，
颜色上要和服饰形成对比，越基础简约的服装单品，越要佩戴色泽感强、亮度高、颜色明亮的首饰。2. 学会拿捏这3个细节，让造型看上去更完美。一是衣服的领口不要太高， V 领可以拉长颈部线条。成熟女性在挑选服装单品时，一定要考虑到领口带来的影响。如果衣领太高的话，就很容易显得脖子短。一般拥有富贵相的女人，脸上都会带点肉感，所以通过 V 领露出脖子会显得脸更小。2是通过小巧型的耳钉，突出面部的平整度。耳钉是距离面部最近的饰品，所以在进行挑选的时候，一定要格外慎重。建议面部量感大的女人，不要佩戴过于浮夸的耳饰，换成精致小巧型的耳钉，可以更好地突出大气的五官。3是发型要露出清晰的面部轮廓，别总披头散发，长着一张富贵相的女人会越老越好看，就像英拉一样，上了年纪也依旧魅力无限，再加上会打扮自己，简直就是王炸。在发型的挑选上，英拉常常会选择盘发或者半扎发，露出清晰的面部轮廓，再用斜刘海修饰脸型，温柔又优雅。何超琼的富贵感从没输过谁，怎么看都美。从年轻时美到老去，何超琼太有魅力了。何超琼是越老越美的典型案例，而她的变美秘诀其实就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本身就有美貌加持的何超琼，上了年纪依旧气质出众，并且打扮得也特别精致时髦，一眼看上去就很有魅力。2. 学习何超琼的变美秘诀，让你美出圈。1是可以通过妆容提亮肤色，看上去更显年轻。之所以很多人上了年纪看上去会特别显老，就是因为不爱化妆，或者是妆面特别暗沉，像何超琼这样选择提亮的粉底，可以瞬间改善肤色蜡黄的问题。再描上流畅的眉形，涂上一抹温柔的口红色号即可。2是可以选择发型卷度大，搭配面积小，修饰性会更高。都说发型是女人的第2张脸，特别是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，一定不要选择密集感十足的小卷发，或者是很基础的直发，都是特别显老气的。建议可以换成卷度大且面积较小的发型，弧度越自然，修饰性越高。3是穿衣打扮离不开配饰的点缀，在一套完整的穿搭当中，配饰永远都是最重要的步骤。但是挑选配饰非常有讲究，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，不要再选择廉价、浮夸且俗气的配饰了。像何超琼就很爱精致款耳钉、长耳饰以及珍珠长项链。3个提升富贵感的小建议。建议1，减少面中凹陷，维持胶原蛋白的支撑。年龄的增长会导致胶原蛋白逐渐流失，我们的面部也会变得凹陷，所以看上去才会很显老。但是拥有富贵相的女人，面部的肉感会更强，所以胶原蛋白流失的也很慢，自然会比同龄人更显年轻。建议2，淡雅的妆面，就算是搭配花裙也不浮夸。富贵感的来源不仅仅在于富贵相，还在于你的穿着打扮，比如在妆容的处理上，应当足够淡雅清爽，浓妆艳抹自然没有富贵的感觉。而且淡雅的妆面，就算是搭配印花元素的长裙，也不会有浮夸俗气的感觉。建议3，眉眼位置要利用深色眼影，打造出深邃感。富贵相还有一个主要特征，那就是眉眼位置很有深邃感，所以我们在化妆的时候，建议可以尝试大地色眼影，将眼皮消肿，让眼睛看上去更有神。画眉的时候也要稍微带弯一点，给人一种眉包脸的既视感。女人想要美的高级惊艳，从来都不是化着浓妆，穿着昂贵的衣服，背着奢侈品包包，而是拥有一张富贵脸才是绝杀。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好福好命，
其实，一个女人是否拥有富贵命，可以从她的脸上看出一些迹象。虽说好命的女人各不相同，却能从她们的面相上获得3个相同的特征。很明显，一、富贵命的女人面带祥和。那些被称作富贵命的女性，她们的面容常常洋溢着一种宁静的美。这种宁静不仅仅是表面的微笑，而是源自内心的平和与喜悦的自然流露。她们散发出的气质温和而谦逊，神态悠然自得，让人一接触便能感受到她们的优雅和从容。只有当一个人内心充满愉悦和深深的幸福感时，这种正面的情感才会在他的面相上显露出来，让周围的人也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祥和的气息。这种气息实际上是一种强大的亲和力，它能给人带来安定感和力量。这种亲和力往往源自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。当一个女性同时拥有物质上的充裕和精神上的丰富时，她的脸上就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一种祥和与安宁。2、富贵命的女人唇角上扬。拥有富贵命的女人总是嘴角微微上翘，带着淡淡的微笑，这微笑是她们内心深处自信和满足的自然流露，透露出一种安详和幸福的气息。她们的笑容不仅仅是表情的展现，更是内心喜悦和满足的外在体现。她们的唇红齿白，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，在无声地诉说着生活的美好。这些女人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能从容不迫、按部就班地处理。她们总是往好处想，内心充满自信和自在，任何挑战都无法动摇她们的信念。她们的笑容就像是一种无形的财富，为她们的气质增添了一抹璀璨的光彩。即使在动荡不安的时刻，她们也能保持泰然自若，对生活充满热爱。她们仿佛是生命之光的化身，周身散发着温暖的光芒，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无限的生机。与她们相处，就像沐浴在春风之中，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。对于她们而言，生活中的困难不过是短暂的插曲，她们的主旋律永远是积极向上，充满希望和期待。她们的存在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赞歌，歌颂着生命的美好和力量。3、富贵命的女人眉眼松弛。我们常常观察到，那些被称作富贵命的女性，她们的眉眼总是显得格外松弛。这种松弛的眉眼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她们内心的平和与宁静。拥有这样松弛感的女性，或许在容貌上并不特别引人注目，但她们给人的感觉却是那么的舒适，耐人寻味。这是因为那些天生富贵命的女性，往往心态豁达，生活中少有压力和烦恼的困扰。她们能够以一颗平和的心去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和难题，从容不迫地找到解决之道。她们不急躁、不压抑、不紧张，按照自己的步伐生活，享受其中的每一刻。这样的女性，她们不争不夺，既不卑微也不傲慢，她们善良却坚守原则，她们的安详中透露着智慧和计划。即使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她们也极少流露出不安，更多的是泰然自若的应对，接受一切，处之泰然。她们的人生总是依照自己的意愿稳步前行，生活日益充满美好。总的来说，一个女性是否拥有富贵命，我们或许能从她的面部表情中捕捉到一些迹象。面带祥和，嘴角上扬，眉眼松弛，这些都是常见的迹象。然而，我们也要清楚，这些迹象并不是决定一个女性命运的全部。每个人的命运都会受到个人才华、努力和机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最重要的是，每个人都应当珍惜自己所拥有的，明确人生的目标，并且持之以恒地为之努力，勇敢坚定地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幸福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
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